家好，這次我們開車從墨爾本一路玩到了悉尼，跑了幾千公里，逛了最有名的集市，去了大洋路和袋鼠島自駕，也體驗了澳洲最真實的日常生活。這支視頻我總結了10個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體驗，不講廢話，全是實測後的心得和一些自駕的注意細節。如果你正在計劃去澳洲，看完這支視頻一定能給你帶來啟發哦。在墨爾本街頭漫步，很多人对墨爾本的第一印象是咖啡、藝術和有點慢半拍的生活節奏。但當你真正走進這座城市，會發現它的魅力是可以一層一層被拆解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來，我建議從城市的心臟開始，站在弗林德斯街車站門口，看着金色穹頂在陽光下閃閃發光。接下來，不妨拐進一條不起眼的小巷——霍希爾巷。這裡沒有固定的展覽，卻每天都在更新。來自世界各地的塗鴉藝術家把這裡變成了一面流動的畫布。如果你想換個節奏，可以走到城市裡的綠洲旗杆花園。這裡沒什麼遊客，更多的是本地人在草地上曬太陽、讀書、遛狗。再往北走，就是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卡爾頓花園。對稱的林蔭大道和噴泉，讓人一秒穿越到19世紀。而真正讓我停下來的地方，是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。走進那座標誌性的穹頂閱覽室，抬頭的一瞬間，你會理解什麼叫做知識的殿堂，安靜、莊嚴又充滿力量。如果你對自然和歷史更感興趣，那一定不要錯過墨爾本博物館和美術館。從恐龍化石到原住民文化，從生態系統到現代藝術，這裡不僅僅是看展，更像是一場關於澳洲的系統性理解。墨爾本的特別之處在於，它不是那種讓你一眼驚豔的城市，而是那種你走着走着就會慢慢愛上的地方。而這僅僅只是這趟澳洲深度之旅的開始。逛一次集市，如果你想真正了解澳洲人的生活方式，與其去景點打卡，不如走進一次本地集市。維多利亞女王市場是墨爾本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，從19世紀運營至今，超過140年的歷史，讓這裡既保留了老墨爾本的生活機理，也融入了當代城市的節奏。對遊客來說，它是必打卡；而對本地人來說，這裡更像是日常生活的延伸。走進市場，攤位整齊鋪開，商品豐富得近乎過載，從新鮮蔬果、肉類到設計感十足的手工藝品，一應俱全。無論是想採購地道食材，還是挑選具有澳洲特色的伴手禮，這裡都能高效滿足。這裡同樣是美食愛好者的天堂。我們現場試了車厘子、水煮青口、熱甜甜圈和咖啡，每一樣都足夠出彩。在這樣一個開放、熱鬧又多元的空間裡，一邊吃一邊看人群和文化的交織，這正是墨爾本最真實、最迷人的一面。我们身後就是南墨市場，聽說這裡的海鮮非常好吃，今天我們要去試一下這裡的生蠔。如果你的核心目標是吃，那我會更推薦你去南墨爾本市場。相比之下，這裡更接近一個本地人專屬的生活市場。我個人覺得南墨市場比維瑪市場要更加的精緻。每到週末，本地人會專程來這裡買食材、喝咖啡、吃點小吃，節奏明顯慢下來。這裡的食品品質非常高，甚至在很多本地人眼中優於普通超市。來這裡有幾個體驗是不能錯過的。首先是生蠔，墨爾本的生蠔性價比極高，1打12隻，大約25至30澳幣。我們嘗試了25澳幣的南澳科芬灣生蠔，雖然個頭不大，但甜度非常突出。很多人會站在吧台前直接吃，旁邊提供調料自取。吃完美味的生蠔，我們還在這裡喝了澳洲的國民咖啡馥芮白，點了一個開心果味的冰淇淋，還有一個熱騰騰的羊肉餡餅。在這裡，2個人吃到飽，大概在20到40澳幣。如果你再多點一些甜品，可能會到50澳幣。南墨市場早上7點開始營業，下午3點左右就陸續收攤。週3休市，平時要來，建議午餐前就到達這裡。搭乘普芬比利100年蒸汽小火車，如
果說前2個體驗還停留在城市與生活，那麼這一站會把你直接帶進澳洲的另一種時間維度。從墨爾本市區出發，坐通勤火車約1小時，就能抵達位於丹德农山脈的普芬比利蒸汽小火車。車站出來這裡一直走，大概走個4-5分鐘左右就到這裡了。然後我們順着往下走，這裡就是驗票中心啦。這條鐵路始建於1900年，最初的功能非常務實，連接偏遠山區，運輸木材和農產品。但也正因為它遠離城市，線路複雜，反而被完整保留下來，成為今天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窄軌蒸汽鐵路之一。到了那裡，你很快會注意到，車上的工作人員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爺爺，他們穿着傳統制服，動作不緊不慢，有人檢票，有人站在車門邊和遊客聊天，也有人在站台上揮手送別。小火車的車廂是開放式的木質結構，兩側沒有玻璃窗，你可以把雙腳伸出車外。隨着火車緩慢啟動，蒸汽機發出低沉而有節奏的轟鳴聲，白色蒸汽在空氣中彌散開來，它以極慢的速度穿行在森林之間，沿途是成片的樹林、開闊的草地，還有偶爾掠過的小鎮與農莊。路邊經過的人也常常會向你揮手致意，這種不經意的互動會讓人很快放鬆下來。其中最經典的一段是穿越高架木橋，當火車緩緩駛上橋面，你會聽到木結構在重量下發出的輕微回響，腳下是層層疊疊的森林視野。如果時間充足，建議選擇從 Belgrave 站出發，往返 Lakeside 的路線。這一段風景變化最豐富，也最能體現這條鐵路的歷史與自然價值。需要注意幾點：熱門時段，尤其週末和假期，車票非常緊張，建議至少提前1個月預訂。早晚溫差較大，即使夏天也建議帶一件薄外套。盡量選擇靠外可以伸腳的座位，這幾乎決定了體驗的上限。自駕大洋路，如果你來澳洲只能選一個地方自駕，那必須是大洋路。它西起托爾坎一直到亞倫斯福特，全長276公里，建議至少安排2天，不然會比較趕。第一天從墨爾本出發，大概1個小時到吉朗，這裡的海濱風光非常有特色。岸邊那一排排彩繪木頭人其實是根據當地歷史人物設計的，比如漁民、水手、工人，甚至還有早期移民的形象，算是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把城市歷史展示出來。這裡隨手一拍都非常出片。繼續往前開，很快會到托爾坎。這裡有一個很標誌性的打卡點——大洋路的起點門牌。這個門牌本身就是個紀念性建築，為了紀念1戰後修建大洋路的退伍士兵。這條路最早就是他們一錘一錘開出來的。門牌旁邊有一座士兵雕像，很多人會在這裡停車拍照，算是正式進入大洋路的一個標誌。過了這裡之後，才算真正進入沿海路段。經過洛恩，彎道開始變多，要注意控制車速。這條道路交通事故頻發，記得在傍晚前抵達阿波羅灣。晚上在澳洲的野外駕車是非常危險的。第二天早上可以在阿波羅灣的超市補給，還可以在鎮子後面走一條步道，往高處走一小段，爬到山上俯瞰整個海灣，視野會比海邊更完整。好啦，在桉樹上面睡覺，大家都在圍觀。中午前出發，進入大奧特威國家公園。這一段建議一定要下車走一小段。這裡的植被和前一天的海岸完全不同，以高大的桉樹為主，還有大量蕨類植物和藤本植物，地面濕度也明顯更高。很多路段是那種被樹完全遮住的環境。在這裡注意控制時間，下午4點左右到達大洋路的精華區域。第一站是吉布森台階，如果有停車位，可以走下去到海灘。這裡是少數可以從底部看這些巨大岩石的地方。接着是12使徒岩，這裡是整條路線最核心的景點，設施也最完善，人會比較多，建議稍微多留一點時間。繼續往前是洛克阿德峽谷和倫敦斷橋，順路停一下即可，把時間留給前面的吉布森台階和12使徒岩。逛逛每個本地人都會逛的超市，
如果有時間，其實挺建議去逛逛澳洲的超市，像 Coles 和 Woolworths， 基本每個社區都會有。先去逛水果區，車厘子、藍莓、牛油果這些品質都很穩定。再往裡走是冷藏區，牛奶、酸奶的選擇特別多，像高鈣、低脂、去乳糖的牛奶非常容易買到，而且價格會比國內便宜不少。2升裝的脫脂牛奶3塊錢，健康評級是5顆星。肉類區也可以看一下，牛排都是已經分切好的，部位標得很清楚，西冷、眼肉這些都有。眼肉是12塊。如果你住的是可以做飯的民宿，非常推薦買回去自己煎，没有经過冷冻的澳牛，味道簡直棒極了。還有熟食區，烤雞基本是標配，一整隻價格非常實惠。烤雞12塊5，旁邊還有沙拉、意麵之類的，隨便搭一份解決一餐，很輕鬆。結賬也挺方便，很多都是自助結賬，刷卡就走，不用排隊。在超市走一圈出來，大概就能知道本地人平時吃什麼，物價水平如何，是了解澳洲很好的一個窗口。去一趟袋鼠島，從阿德萊德出發，開大約1個半小時就能到 Cape Jervis 碼頭，車可以一起上船。我們2個人往返整體費用在500多澳幣。司機的 boarding pass， 這個是乘客的一個票，司機需要單獨1個人開車上船，乘客要分開走。袋鼠島真的比想象中大很多，大約相當於6個新加坡那麼大。在這裡，沒有車基本等於哪裡都去不了。上島玩一定要自駕。第一站是東岸碼頭 Penashaw， 島上第2大城市，除了最大城市 Kingscote， 這裡也很適合作為落腳點。我們的酒店也訂在這裡，簡單補給一下，吃點東西，把狀態調整好，就可以正式開始行程了。從 Penashaw 開到海豹灣，車程大概50分鐘到1小時，建議一定要早點來，因為關閉時間比較早，大概下午4點左右。我這次就因為來晚了，有點可惜。從海豹灣出來，再開一會就能到威風港。這一段海灘真的很乾淨，白沙加上通透的海水，幾乎沒什麼遊客，很容易就能拍到那種整片海只有你1個人的畫面。第2天才是整個袋鼠島行程的重點，從島的東邊沿着北岸一路開到最西端，目的地是弗林德斯蔡斯國家公園。從潘尼肖出發大概需要3小時，留意導航，盡量避開被誤導走非鋪裝路面，一旦不小心開上會被耽誤很多路上時間。去蔡斯國家公園的路上幾乎一條路都是這樣，沒有越野車最好是別來，開轎車的話無法想象。進入蔡斯國家公園，島上最標誌性的景觀基本都集中在這裡。先到的是旗艦拱門，一個天然形成的岩石拱門，下面就是海浪不斷拍打的礁石，礁石上能看到海豹趴着休息，透過拱門看出去，非常開闊，無比震撼。隨手一拍都是大片。從這裡再開10分鐘，就來到神奇岩石。這是一整片被海風和海浪長期侵蝕形成的花崗岩石群，造型十分奇特。強烈建議把日落時間留給這裡，夕陽從岩石縫隙裡打過來，非常出片。回程同樣要開2到3小時。如果按我的這條路線走，到酒店已經天黑了。如果對夜間駕駛不太有信心，盡量避免晚上趕路。袋鼠和袋熊在傍晚之後活動會明顯變多，100%會衝到路上，一路很容易看到被壓到的小動物，開車一定要十分小心。小只啦。第3天就輕鬆很多了。如果是下午的船，不用安排特別具體的行程，就在島上隨便轉一轉。我們當時完全沒做計劃，結果誤打誤撞去了一個濕地，整片灘塗都是鹈鶘和各種水鳥，反而成了意外的驚喜。整體走下來，袋鼠島的行程其實不算輕鬆，有幾個細節一定要提前準備好。一是離線地圖，建議用 Google Maps 提前把整個區域下載下來。島上很多地方是完全沒有信號的。另一個是汽油，最好在上島前，在阿德萊德就把油加滿。島上的加油站不多，且油價很貴，營業時間也不固定，別等到快見底才找油站。
邂逅野生動物。在澳洲，不用專門去動物園看動物，因為動物和人類都是這片土地的主人，他們無處不在。記得才剛剛離開墨爾本不一會兒，就很快看到了袋鼠。在駕車途中，一隻袋鼠就從我車前跳了過去。在塔山國家公園，幾乎每棵樹上都掛着考拉，可以一次看個夠。到了袋鼠島就更離譜了，每走一段都能看到動物，袋鼠簡直多到視覺疲勞的程度。在澳洲看野生動物，其實不用碰運氣，關鍵是時間要對。如果大中午去找，基本都看不到，因為動物那時候都在躲着休息。真正容易看到的是早上剛天亮和傍晚太陽快下山那一會兒，尤其是傍晚，成功率最高。袋鼠、袋熊這時候會出來吃東西，它們更常出現在國家公園保護區、樹林邊，還有路邊草地。看到之後記住，別靠太近，也別餵，動作慢一點，安靜一點。它們一般就不會跑。有時候坐在車裡看，比下車更容易靠近。其實就一句話，時間選對了，基本都能看到。探索悉尼，感受世界级城市的張力。剛到悉尼，第一感覺就是和墨爾本完全不一樣，到處都是人和車，真是到了大城市的感觉。进入悉尼會經過一段超長的隧道，由於沒有 GPS 信號，會不斷地出現導航錯誤，車速非常快，我繞了好久才出來。悉尼的住宿盡量選在地鐵附近，去任何地方都會很方便，可以節約很多時間。我們住在 Meriton Suites， 地鐵站就在樓下。這個社區有華人，也有好多中國餐廳，麻辣燙、燒烤、川菜應有盡有，還有大型超市。房費780澳幣，另外再加4晚的停車費，這4晚下來一共是935澳幣。逛悉尼路線其實不用想得太複雜，抓一條最經典也最好走的就夠了。坐地鐵在環形碼頭站下車，站台就可以欣賞到著名的海港大橋。這裡被稱為南半球最美地鐵站，也是悉尼最為繁忙的交通樞紐。輪渡、火車、輕軌在此交匯。徒步路線從皇家植物園進去，一路走到悉尼歌劇院，再沿着海邊走到海港大橋。這條線是順的，也不累。路上很多休息的地方，時間點建議放在下午到傍晚。坐在海邊和所有遊客一起等待悉尼歌劇院的日落。整個海灣的燈逐漸亮起來，一幅世界級名畫就出現在眼前。上午或者中午的時間，可以安排去澳大利亞博物館，門票免費，順路就能到。這裡能看到大型的恐龍骨架，是整個館裡最好看的區域。還有澳洲本土動物相關的展區，比如塔斯馬尼亞虎、袋鼠、考拉等等。如果你對本土文化有興趣，還可以留一點時間給原住民文化遺產展館。在悉尼交通其實很方便，不用專門買卡，直接刷信用卡就能坐。大部分商店關門早，基本下午5點左右就陸續關了。買東西盡量放在白天，防曬一定要重視。澳洲的太陽真的很毒辣，這裡基本也沒有強制小費，不用有壓力。最後，像悉尼歌劇院的海邊，風很大，尤其傍晚會有點涼，建議出門帶一件薄外套。去悉尼魚市場，在悉尼想吃海鮮，直接去悉尼魚市場就行，交通非常方便，可以在 Central 換乘輕軌，坐到魚市場站下車，走不遠就到了。現在已經是新的市場了，環境比我去的時候好很多，但吃的方式還是一樣。進去先別急着買，先走一圈看價格。不同檔口價格完全不一樣，看好再下手。常規可以這樣點：生蠔先來一打，新西蘭螯蝦基本是按只，個頭越大越貴。龍蝦和帝王蟹一般按重量稱，買之前可以先問清楚價格。有些檔口可以做成龍蝦面，這個很多人會點，也超級美味。點完直接付款，然後找位置坐。帝王蟹腿。這裡不講究環境，也沒什麼服務流程，就是買完自己端着吃，吃完了一定要自己收拾乾淨。但有一點要注意，海鷗和鹈鶘很多，而且很兇，
吃的時候盡量看着點，尤其是手上有食物的時候，千萬別走神，將最後的溫柔留給一場落日。在澳洲之旅的終點，我選擇將最後一個黃昏留給墨爾本，不前往熱鬧的市中心，而是驅車前往奧莫德角觀景台 Point Ormond Lookout。這裡遠離喧囂，卻能擁抱最完整的海岸線，停車位也比較充足，但記得使用收費機購買停車票，並放置在擋風玻璃前。登上小山丘，尋一塊乾淨的草地坐下。此刻的澳洲無需濾鏡，望着海邊的人們，悠閒二字在此刻已然具象化。這就是墨爾本最迷人的所在。隨着時間推移，海風漸漸帶起涼意，光線從明亮的銀白轉向濃郁的金黃，整座城市的天際線被鍍上一層金邊。望着太陽一點一點沒入菲利普港灣的海平線，墨爾本的摩天大樓在餘暉中縮成夢幻的剪影。以上就是我這次澳洲之行總結的10個推薦。澳洲真的很適合自駕，不管是自然風光還是城市節奏，都非常值得體驗。對了，如果你是悉尼本地的朋友，關於那個導航失靈的長隧道，有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一下。看完，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。